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了。都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，但却似乎有完全相同的脸。看看这对比图，不能说毫不相关，只能说一模一样吧。在看到倪妮和木子阳时，我真的被自己惊到了。这确定不是同一个人换了一套造型？见过撞衫的，见过撞脸的吗？别说这种奇奇妙妙的缘分，在圈里还真不少。话不多说，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见识见识娱乐圈那些撞脸的明星们。李沁、孙怡，最近热播的《爱上特种兵》，大家都看了没有呀？有没有被李沁美到呢？咱们先来看一组照片，你能认出哪个是李沁，哪个是孙怡吗？俩人无论是身高还是气质，几乎一模一样。要是妆发再接近点，不知道多少人又得叫错了。虽然他俩相似度极高，但孙怡与李沁并没有任何关系，而且也不是同一个地方的人。出道之后的事业发展更是完全不同。李沁这几年事业发展很不错，从《楚乔传》到《庆余年》再到《特种兵》，他用演技征服更多的观众。孙怡的发展虽然没有那么好，但在感情上很早就收获了幸福的家庭，与董子健婚后还有一个女儿，生活十分幸福。周也、张婧仪，收视之前先上图，大大在评论区打出他们的名字。答案揭晓，左边是周也，右边是张婧仪，相似的发型和服装，乍一看完全就是双胞胎啊！这两个小花不仅是长得像，年龄也相近，都是新生代的95后青年演员，并且都是北电的学生，一个受何颂力捧，一个是东升最受瞩目的新人。周也从《少年的你》走入我们的视野，并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女配提名，出演《伤痕泪》又收获了一大波粉丝。而张婧仪的代表作《风犬少年的天空》口碑很好，我要我们在一起的票房也不错，怎么看都缘分匪浅。他们还一同参演了电影《1921》，周也饰演杨开慧，张颂仪饰演宋美龄。两位95后小花肯定又避免不了被对比。其实仔细看，他俩还是蛮不同的，动态图一出，区别更加明显。不过不熟悉他们的人看了静态图，还是很容易蒙圈。看来要想不被大家弄混，两位只能各自努力，拿出更好的作品了。王珞丹、白百合。最近突然爆出要退圈的王珞丹也和白百合成了孪生姐妹，两人都可以作为找不同游戏的范本了。很多不太熟悉两人的小白对着照片都惊呼：“我的天，原来是两个人！”甚至还有网友迷糊的以为白百合是王珞丹的外号。其实他俩各有千秋，白百合代表作《失恋33天》《捉妖记》，王珞丹代表作《奋斗》。虽然都是小妞电影的代表人物，但他们俩的经历和气质却大不相同。李一桐、白鹿，李一桐和白鹿都凭借红衣造型出过圈，单独来看两个人各有特色，但偶尔来个迷之角度，很多集美就傻傻分不清楚了。这确定不是同一个人。王鸥、李纯，1982年的王鸥和1988年的李纯，两人相似度高达4颗星，特别是下巴，不能说高度相似，只能说一模一样。他俩确定不是在一个机构整的。王鸥是因为《琅琊榜》和《伪装者》这两部经典作品被大家熟知的，李纯则是因为《庆余年》中司礼礼被大家注意到。现代装下，李纯与王鸥还是很好区分的，一旦换上了古装，两个人就傻傻分不清楚了。长相这么接近的两个人，不认个姐妹都说不过去了。童瑶、章子怡，有着小章子怡之称的童瑶，在长相上和国际章十分相似，特别是嘴巴和眼睛，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。两人还因为撞脸上过热搜，童瑶出演宋玉萍那会儿，一度让人以为是章子怡。虽然长相高度相似，事业发展却大不相同。童瑶出道就顶着小章子怡的头衔发展，却始终不温不火，直到大江大河，大家才看到了她身上独特的魅力。而女性群像剧《30而已》的火爆，也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她。作为电影演员的章子怡，起点非常高，早年合作的也都是大导。最初大家认为童瑶再相似也像不了章子怡的气质和精髓，一个是精致版，一个是粗糙版，脸型和眼神更是差了10万8千里。还有人直接喊话童瑶不要再继续捆绑碰瓷营销。这些言论在2020年时都是主流的声音，到了2020年，言论风向却完全变了样。一向被誉为精致版的章子怡，在网友眼里各方面都不如童瑶了，果然是风水轮流转啊！佟丽娅、董璇现在先上一波迷之撞脸，脸型大差不差，连酒窝都是同款。唉，没办法，就是这么像。换上一样的造型，更是让人傻傻分不清楚。But 他俩可是八竿子打不着的，一个是新疆美女，一个是东北大妞，出生地都相差10万8千里，事业婚姻更是大不相同。一个手握超时空同居，主持、舞蹈、影视多方面发展；一个手握雪花女神龙，专注演戏。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两个人找的男人都很油腻吧。杨雪、杨颖，提起杨雪这个名字，大家或许不熟悉，但说起童年阴影江玉燕，
小鱼儿与花无缺的记忆立马被唤醒。1986年出生的杨雪已经41岁了，在2010年拍完《济公》以后，发现自己怀孕了，于是就安心养胎，属于半退出娱乐圈的状态。近些年，她虽然出现在一些影视作品里，但出镜机会并不多。和她长相极为相似的 Baby 一直被夸高颜值，因为和杨雪长得太像，很多人都说她是不是照着杨雪的样子来整的。毕竟 Baby 的五官实在太完美了。当记者问杨雪怎么看待 Baby 长得像自己时，更有人说他们两个长得像亲姐妹的时候，杨雪表示，要是 Baby 真的是自己的亲妹妹就好了。毕竟两个人都是杨门女将，这波回答绝对满分。蔡少芬、邱淑贞这两位都是不可多得的极品美女，深邃的尖下巴、大眼睛，妥妥的女神范儿。单独看各有千秋，放一起好多人就蒙圈了，一到现在都分不清楚《九品芝麻官》里的柳如烟到底是谁演的。当然啦，看到这张臣妾做不到的动图，就一定能认出哪个就是蔡少芬。果然，漂亮的美人长相差不多，丑的人才各有千秋。王力宏、李治廷这两位也是妥妥的孪生兄弟，相似指数高达98%。在一档晚会上，李治廷和王力宏还实现了同框，本来就长得像，还做出同样的动作，分分钟上演真假美猴王的戏码，这简直就是要逼疯观众呀！看这组图，你能分得清哪个是李治廷，哪个是王力宏吗？难度升级，你能分清下面三个人都分别是谁吗？看到这儿，两盲选手的尴尬症要犯了吧？好啦，不为难大家啦，咱们接着看最后一组，张默、房祖名。有网友评论称，张默和房祖名就像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一样，两个人的撞脸指数高达99.9%。盯着这张图看几秒，现在告诉我左边是谁，右边又是谁？张默和房祖名不仅都生于1982年，还都有一个大腕老爸，甚至连坑爹手法都一模一样，这是什么奇妙的缘分？话说回来，娱乐圈里撞脸的人多了去了，但是撞脸又同样坑爹的就属这两位了。他们翻车后，不仅自己的形象受损，还连累了家人。张国立、成龙都被批评教子无方，不仅长相高度相似，就连命运都这么雷同，说他俩没点啥，以太都不相信了。你还知道圈里哪些双胞胎？谁和谁的同框有震惊到你了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姨太哟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